嗨，我是肥丁。很多人做青梅露的时候发酵了，他们把有泡沫的发酵液叫做发酵板。发酵的青梅露菌群复杂而不稳定，杂菌污染甲醇等风险挺高的。详细的分析宝宝可以去主页搜青梅酒跟酵素的图文比较。肥丁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不发酵的版本。视频有点长，宝宝可以先关注我，点赞收藏。这配方可以一直保持高糖状态，不会产生气体，也不需要排气，不用担心细菌污染，更不用电器保温，可以室温保存，不占冰箱空间。在饮用的时候呢，不需要加太多水去稀释，能更好的品味青梅的香气。酸度高和香气浓郁的品种都适合做青梅露。福建青竹梅、广东老红梅、大理胭脂梅。去年我用大理胭脂梅，先去蒂丢掉坏果，在很细的流水下冲洗10分钟。大理的胭脂梅果肉结实，颗粒小，出汁不多，酸度高。24年的这批香气很浓郁。放在网架上风干至表面干燥，用手触摸感受不到潮湿，就可以放进玻璃罐称重了。把玻璃瓶塞满的重量为准。倒出来放入加链袋里，放进冷冻室结冰。梅子最多冷冻24小时，时间越久，梅香流失越多。冷冻会产生冰晶，刺穿水果内部的细胞壁，快速萃取青梅精华，让梅香更容易进入糖浆里，同时也可以抑菌。青梅露利用高糖的渗透压作用，让青梅释出果肉里的水分和香气精华，所以糖的选择至关重要，直接影响糖浆的风味。我喜欢甜味甘醇温润的原浆冰糖，以纯甘蔗汁结晶，味道丰富，但不掩盖青梅的风味。而单晶冰糖用白砂糖高温提炼出来的，味道就比较单调了。冰糖精炼度比白砂糖高，精炼度越高，纯度越高，反而甜度降低，溶解后不浑浊。先把原浆冰糖大块敲成碎片，然后打磨成糖粉，这步骤非常重要。糖粉要全部覆盖在青梅表面，减慢氧化和保护青梅免被细菌入侵。玻璃瓶先清洗和消毒，做法可以看我的视频清洁与消毒。入瓶的顺序很简单，先在瓶底下放冰糖粉，放上1圈冷冻青梅，青梅上面撒糖粉，尽量把糖粉填满青梅之间的间隙。青梅装到8分满就好，糖粉太多放不下，可以先留着备用。我把剩下的糖粉放进加链袋里。白醋是防止发酵的关键，安利9度的白米醋，抑菌效果比较好。糖粉上面均匀淋上白米醋，再加一层糖粉封顶。醋主要的成分是乙酸，通过降低环境 pH 值，破坏细菌细胞膜并干扰代谢，对部分细菌如沙门氏菌、大肠杆菌和霉菌都有效，适合食品防腐。我们平常自研蔬菜都会使用到醋。醋不仅能抑菌，还可以作为诱导水，帮助糖粉融化得更快，提高渗透压。这配比不会影响梅子糖浆的整体味道，不用担心过酸。2个小时之后，瓶里的糖粉开始融化，糖粉向下掉入瓶里，就可以把剩下的糖粉都加进去了，这样可以减少空气。液体出来之后，倒转让每颗青梅都接触到。选一个密封性好的玻璃瓶就很重要了。第1天多倒立和躺平，让糖液均匀接触每颗梅子，加快梅子出汁，把瓶子摇晃不同的方向。糖粉开始融化之后，释放瓶内空间，我们就可以把剩下的糖全部放进去，用糖粉包裹着梅子，可以减缓梅子出汁之前的氧化速度。云南胭脂梅的果皮特别薄，氧化特别快，变成铁锈色。用了这个方法，你看底层的胭脂梅最早出汁，氧化速度慢，颜色能保留金黄。入醋抑菌的糖浆不会发酵，宝宝注意看了，这些不是发酵的泡沫，当糖粉融化之后就会消失了。液体持续增加，青梅浮起来。在室温摄氏30度也不会发酵的，外出旅游也不用担心。梅汁持续释放，
果肉也会慢慢收缩，糖浆会从粘稠变成稀薄，颜色也会从浑浊变成透明的琥珀色。有空的话，多转动瓶子，让梅子互相交换位置，防止露出水面的青梅感染霉菌。冷冻青梅唯一的缺点是糖粉容易沉淀，用干净消毒的筷子搅拌就可以解决了。你看，搅拌一下，糖粉都化了。那青梅露什么时候可以饮用呢？当糖完全化了，梅子变得皱巴巴，不会再膨胀。等上1个月，青梅的酸跟冰糖的甜会融合得更好。1年之后会更有深度，我觉得有点像陈化话梅的甘醇。糖浆的抑菌效果随着时间慢慢减弱，糖完全化了之后，可以转到消毒过的窄口瓶中室温保存，减少接触空气的面积，对延长保存有帮助。记得存放在荧光照不到的阴暗处。冰糖版的青梅露就大功告成了。如果青梅露表面出现半透明的粘液、白色的膜或者5颜6色的霉菌，那是肯定不能吃了，安全第一哦。青梅露加上冰块气泡水和薄荷叶，夏天来一杯，想想都凉快。你会如何享用青梅露呢？斐丁还有一个不发酵的青梅露蜂蜜版，下次再跟宝宝分享，我们下回见。